只因中方不顺从，美国便扣上了一顶大帽子，着急了。这转身一看，中俄友好关系根本就没变。各位好，欢迎来到康寻说。目前王毅主任的访俄行程已经结束，但是有关中俄会晤的话题却没有停止。消息显示，此次访问俄罗斯，王毅主任不仅是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还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进行了会晤。这期间，中俄双方一致认为要进一步加强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增强政治互信。王毅主任另外还多次强调，中俄关系经得起国际风云考验，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方都愿意与俄罗斯方面保持新型大国关系的良好发展态势。对此，俄罗斯方面也予以了积极的回应，声称当前俄中关系正朝着既定目标前行，未来两国将继续加强在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制内的协作，并且坚决地反对霸权主义集团对抗。与此同时，双方都认为应当坚决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反对冷战思维以及意识形态对立。或许是看到了，即便是在全球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中俄友好关系依然没变；又或许是被中俄就反对霸权主义冷战思维达成共识戳中了痛点。总之美国多方高层是坐不住了，又开始搞起了小动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美国对于中俄拥有共同意愿表示担忧，并且表示中俄两国正在用各种方式挑战世界各国共同建立的秩序。那可笑的是什么呢？这普莱斯还批评中国是在假装保持中立立场。考虑到近来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扬言美国非常担心中国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此番普莱斯的言论不排除是在布林肯的炒作之上再添一把柴火。那事实上关于所谓中国援助俄罗斯的话题，近一段时间一直都在被美国提起。对此，明眼人都很清楚，这美国的目的不过是想把中国绑在俄乌冲突的战车，同时渲染所谓中俄关系威胁论的氛围。那说来也特别有趣，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满足仅仅只是炒作中国威胁论了，而是带上了俄罗斯，直接炒作中俄威胁论，是想用这种方式把中俄一网打尽吗？要是这样，那未免是过于愚蠢了。那且不说美国这是没有任何证据的炒作，仅中国的立场，中方就不止一次的强调。虽然中俄关系好，但是多年来一直在坚持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对抗的原则。美方一再炒作中俄关系加强会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影响，那说白了是美国自个儿在心虚怕中俄就反霸权主义达成共识。至于普莱斯口中的假中立，只不过是因为中方没有顺从美方，没有像西方盟友国家那样坚定地附庸美国，或者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值得一提的是，传言这普莱斯为了证明中国已经在背地里偷摸倒向俄罗斯，还拿出了所谓的证据。然而这证据却是王毅主任访问莫斯科。普莱斯声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1年的关键时刻，中国的外交官员却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认为这足以说明中方在持续和俄罗斯保持同一阵线。不得不说，普莱斯这番话完全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俄见面光明正大，而且两国之间的合作与外事活动那都是堂堂正正，见得了光的。那甚至在出访俄罗斯的过程当中，多国媒体也全程对王毅主任进行了跟踪报道，这跟偷偷摸摸能沾得上一点关系吗？再者，在与俄罗斯方面会晤期间，王毅主任还就俄乌冲突进行了表态，希望能够促进俄乌和谈。那说到底，是美国自己心太小，容不下咱中国，更容不下中俄走近。可必须要说的是，中俄发展友好关系，这轮不到美国插嘴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